嗨，大家好，我是宋燕人宋医师，欢迎来到初日会客室。我们会客室就是希望走出框架，看看世界外面还有没有更多的思潮。今天为您访问的呢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人，他走过低潮，但是现在变成一个能够帮助人的一个人生导师。他的背景很特别，清大工业工程系毕业，然后到政大去念了企业研究所，后来就到台积电担任高阶的财务主管。这应该又是一个人生飞黄腾达的状态，根本就不会再转念才对啊！而且他的身份可以担任很多公司的财务顾问，然后他开始写了很多的书，其中有几本书是居然像是一个人生导师的书，叫做三茶三维套书，书名分别叫做《享受蜕变》、《致富觉察》跟《人生成为》。今天为您访问的是好哥好序列，医师好，医师好，非常开心在空中跟大家一起分享。我是好序的好哥。其实我在一开始已经说，我已经是宋医师的粉丝非常多年了，不敢。然后包含我在写这本书里面，很多都跟健康相关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财富，所以今天非常荣幸来到这边跟宋医师一起交流，一起分享。那我想你这样身兼财务专家、企业讲师然后现在也做了很多的内容创作等等多种角色。对。这么多的角色，你碰到第一次接触您的人，你会怎么介绍自己？现在目前的话，我比较会介绍说我是一个知识内容工作者。因为知识内容毕竟是现在目前我传出去的一种方式嘛。然后另外我很喜欢，大概差不多在5年多前开始，我有自己的频道就像宋医师你有这样的频道，透过声音跟别人分享就好声音。虽然一开始是以音乐相关为主但是慢慢的话，我就不太设限了，因为我觉得人生都是各种不同的故事嘛。你说好声音，所以你本来也是会唱歌，然后弹音乐，所以你也是一个音乐的高手。也不是高手，但我很喜欢。我小时候是我妈妈在我国小1年级的时候就逼着我学二胡小时候都是逼着学二胡，后来学了蛮多年的。我们还真的有很多共同点，我也学二胡真的吗？我是高中的时候莫名其妙，我刚好经过国乐社然后我一个同学那边拉东西，他的大概刚进社，对，我就说初中同学了我说你在玩什么？他说二胡，然后教室里面就突然走出一个学长说，你要参加国乐社是吗？对。我当时也没说是还是不是那来写报名单，我就被拉进去了稀里糊涂然后他就问我说，那你想学什么乐器？我刚刚听到二胡，那我就写二胡，就这样子走入了我的二胡人生。哇，太有缘了。对，然后我就入迷了，你知道吗？后来我的二胡就变成伴我一生最重要的乐器。很棒。后来还因为二胡的喜爱，开始钻研乐理，开始写乐谱，太强了。我的投入还真的有点疯狂到我进阳明大学，就是念医学系的时候，很多人说是你是念阳明音乐系吗？二胡这么强，怎么会念医学系的？对。后来呢，其实除了这个二胡之外，我跟医师有点不太一样。我是到国中、高中反而有点叛逆，有点叛逆之后，我想学不同乐器，所以后来呢，我的三舅送了我一把吉他，我又开始学吉他，然后学着学着，反而我是在吉他上面入迷了。到了大学之后，就一路大概在餐厅驻唱了7年的时间，所以也太厉害了吧。所以我爱唱歌。后来包含这个，因为有一些歌手就邀请我去电台做一下客串的主持嘛。除了这个弹吉他驻唱可以赚钱，然后这个做广播电台可以赚钱。后来有一段时间，他还说：“你要不要做一下声优的录音？”我说：“有钱吗？”他说：“有。”又跑去做声优录音。所以为什么后来做知识内容工作者除了是文字的这个写书之外，包含这种声音我就觉得很喜欢，跟我以前就是跟工作的时候接触到这些东西有关。你的这个人生经历让我想到一部电影中文好像是翻译成叫什么《刺激1995》《肖申克的救赎》。它里面有一句话说，那只鸟就是他讲的里面那个主角，它的羽毛太漂亮，它不会被关注的。谢谢。Cannot be caged， 你的 feather 太漂亮。你是不会被关注的，果然你的人生就是这样。那你的人生智慧其实真的是帮助了很多人，受到很多网友及读者的认同。就现在您的观点来讲，您走过这么多丰富的人生，您会如何定义，以你现在的状态来定义一个成功的人生？以前的话，当然最简单的一个定义的话，通常就叫做4个字：功成名就嘛。就功成名就，就是你要很好的这个
名声啊、很好的地位啊，持续不断往上爬哈。甚至以前我们都讲说，人生胜利组的话，就是金字塔顶端的那样的人嘛哈。那我其实最大的一个体悟，反而是在2012年的时候裸辞回来。那时候裸辞呢，很多人说郝哥为什么要裸辞？怎么这么勇敢哈？在这个淡马锡，全世界非常重要的算金融机构，然后很高的薪水。我说没有，这个一定要了解我后面的原因，才知道什么叫勇敢。我那时候就是因为身体很不好，然后已经43岁了，但事实上那时候在大陆5年多的时间呢，你觉得自己可以拼的时候，你一直不会把身体的健康当成是最优先的次序，直到身体不行的时候。而事实上不行也有2种不行，一种是真的躺在床上不行，另外一种一定有一些特别触动的这个故事。那时候去的时候才38岁，就觉得很勇敢啊喜尊，然后一直撑到第4年第5年的时候已经43岁了，然后那时候做体检报告，事实上很多症状都已经出来了，包含会胃食道逆流，然后常常会吃不下东西，胃痛，然后再加上我那时候中国大陆大概跑了差不多，因为我们跑3线城市，跑了差不多140多个城市，因为我是蒙古人嘛，所以那时候您是蒙古人，所以那时候我旁边很多人跟我讲说，哦，郝哥你在大陆好像居无定所，真的像蒙古人的这个逐水草而居。我说对，因为到时候四处跑要建立金融机构，所以睡不好啊，然后吃不好，加上胃食道逆流，所以身体其实越来越差，那时候还肥胖。所以为什么我刚刚说医师您帮助我很多？因为其实回来到现在啊，认真说起来的话，我最高的幅度是减了差不多22公斤。哇，那跟我差不多，我也是差不多减了22公斤。那时候体检报告出来，最让我 shock 的是，因为我父亲是在我38岁的时候过世的，肝癌。OK。然后我那时候看我的肝指数，包含这个三酸甘油脂啊，包含这个脂肪肝的非常严重，所以那个时候我才决定回来。回来那一刹那，就突然觉得说，哦，原来功成名就，大家心目当中觉得成功这件事情啊，可以一夕之间就不见的，而比这个还更重要的就是健康2个字。所以后来为什么这么多年，从2012年到现在啊，我的工作的这个紧张程度呢，就是大幅度的下降啊，因为有意识的不要让自己回到之前，但是因为这样子让自己放松，包括我最近看了一本书，但努力可以不费力，然后里面就说很多的时候，当你可以留空给自己，留白给他人，甚至留心给彼此，你会看见更多的机会的时候啊，事情不见得会做不好啊。所以后来我自己曾经给我自己一个算是提醒吧，什么叫做成功？真的就是好好生活，好好过日子，就是所有东西都对自己先好好的情况之下呢，你就有机会有一个好好的身体，好好的健康，然后做你喜欢做的事情，从来不是耍废，因为你做着做着很喜欢之后，你会乐在其中，你会乐此不疲，然后因为累积的关系会越做越好。那就算你没有达到别人功成名就或赚钱的状态之下的话，你生命没有浪费啊，因为回想起来会觉得很快乐啊。那这个东西呢，或许当你做完之后再蓦然回首，会发现啊，原来其实成功好简单，不会太难。听你讲起来，这个好超脱，这一定是一个经历过很多大风大浪、这个深刻体验之后的体悟。那我觉得的确，我们的孩子们大概一想到成功就是功成名就，功成名就，对。那爸爸妈妈其实对孩子大概也都是希望他这个鲤鱼跳龙门，好好考试。但是我跟你有一样的看法，太太比我年轻，她带孩子跟我看孩子是完全不一样。对，我常常就跟她分享说，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好幸运有一个完全不管我的父母。我小时候真的是我爸妈就完全放任我，我小学下课回家就一直玩到要吃晚饭。我妈在外面叫说回来吃饭哦，然后我就手脚全部脏兮兮就回家了。然后对，回家之后我妈就先打我一顿，说你我干嘛搞得那么脏？先吃饭，然后吃完就是洗澡，洗完澡又去玩到9点钟回来睡觉咯。可是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一回来就说要去补习什么，我反而觉得真的好像有一点点矫枉过正，他这样子也不见得成功，也不见得快乐。而且你看，因为这样的关系，宋医师还是可以过得很好啊。对呀，我也就跟他讲说，你看我以前是这样子乱七八糟，我也混过来了，对不对？对，回首的时候还觉得，我也玩过了。是，我现在做的事情也是自己喜欢的啊。没错，我觉得这真的很好。您是这个很多家公司的财务顾问了哈，那其实我也觉得人生当中多多少少在年轻的时候对财务是很迷惘的。是，我记得我那时候我刚进入职场的时候，我虽然是当医生，但是我一开始还是到学校做研究，然后拿到第一个月薪水的时候7万块，假如现在房子要1000万的时候，我不吃不喝30年才能买一栋房子，没错。所以财务真的是影响我们个人生活很大的因素了哈。那最多人在累积财富的过程当中，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什么？其实这个问题跟前面的问题，它是一件事情。我刚刚一直在讲好好啊，
它其实很重要的概念是好好做自己。因为通常我们讲说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哦，都是希望跟别人一样，所以小时候我们很怕什么？很怕的不是父母亲，很怕都是隔壁家的孩子。就是父母亲说哎隔壁多厉害，你就发觉这个比较啊，好讨厌，好讨厌哦。所以一不小心呢，这父母亲的期待其实是拿我们跟别人去做比较之后的期待。那这个期待就变成说我们要跟别人一样，可别人一样很可怕。如果别人很优秀，你不是他，你永远没有办法跟他一样优秀，因为他是老鹰，他会飞啊，可是我是猎豹啊，我是跑得快啊，甚至我是鲨鱼啊。所以比较的本质呢，就是拿不一样的东西，希望在同样的框架里面去有一定的成就。所以如果回到前面，我们讲说好好这件事情，从来不是一个叫做负面或者是消极的名词，是好好找到自己的喜欢，也就是他可能常听到的，但是会误解的做自己这件事情，就找到你自己喜欢什么，擅长什么，然后呢，把自己产品化。这个概念啊，其实源自于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作者叫纳瓦尔啊，纳瓦尔是矽谷非常著名的一个投资大师。他说，其实致富是有方法的，就是把自己产品化。把自己产品化呢，其实分2大块来看，一个叫把自己就是要找到自己，你不要去跟别人比。就像我自己常说，有2种宗教不能信，一种比较，一种计较，烦死了。啊，为什么他比我好，他比我厉害？别人的得不是自己的失嘛，你就不要跟着看别人，因为你跟着看别人，你会在别人的这样的框架之下拼命的努力啊，但找不到自己。所以在书里面讲说，我们常常从小到大都高估了努力的重要性，但低估了判断力的关键。纳瓦尔说，什么叫努力呢？努力就是只跟别人比，只活在别人的期待里，然后呢，一不小心就进入了低水平的重复。比较稍微有点智慧的去找到自己很厉害的地方，它叫判断力，就是做一件事情的长期后果。所以如果说能够把自己产品化的话，就2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不要怕去试试看啊，就像我看宋医师，除了我把您当成是一个医师专业领域上面很重要的专业人士之外，我会把你当成是一个自媒体的典范，因为你在做这样的一个工作的就是过程当中，你除了有专业，你还会传播嘛，这个叫做找自己。而后面这个产品化呢，就跟自媒体相关了，就是我们的人生很有趣，我们大概最稀缺的资源从来不是钱，最稀缺的资源在我们财务领域上面叫做你拥有的会越来越少的东西。其实我们今天讲的有2个东西就很关键，一个是时间，就金钱可以越赚越多，但很讨厌时间只会越来越少。而且另外一个东西也跟时间相关，就是健康。你再怎么样健康，你80岁就没有办法跟20岁人去比啊，所以你会慢慢的老化。所以你要一直维系自己的健康，你要用心啊，就是你的注意力要放在时间这个的品质上面。所以说财富有3个不同的位阶，就除了钱之外，比钱还更重要的叫时间，比时间还更重要叫注意力。你一定要有时间，然后把你的注意力呢放在你最稀缺的那个资源上面。所以小时候不是听过一句话叫做时间在哪里，成就在哪里？以前一直都以为说这句话最重要是时间，其实不是啊，时间后面的3个字更重要，是在哪里啊？所以为什么讲说把自己产品化？那个产品化简单来讲啊，就是把自己的时间给放大，可以把自己呢变成你的价值，不是只有自己知道，让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就叫杠杆的概念。什么叫做杠杆？以前如果是老板的话他可以透过所谓的资本密集，花很多钱成立一家公司，找很多人进来，然后他有2个非常重要的杠杆，一个是资本杠杆，用钱把他自己的时间跟价值扩大，成立公司，成立组织。那第2个呢，就是所谓的劳力杠杆，找一群人过来，像一开始马云的时候没有很多钱，但他自己旁边因为他信念关系找了18罗汉帮他就创立这个阿里巴巴的帝国。那很多人说我现在没有钱，我也没有这么多跟着我人怎么办？现在有个最大的好处的时间，就是我们这个网际网络它叫做边际成本为0的杠杆。你不需要很大的这个成本，你就可以把你的时间卖很多次。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当别人看到你的价值之后，他会把注意力留下来，然后注意力累积的越多，时间累积的越多，当有一天你要推出任何不管是产品跟服务的时候，买单赚钱这件事情，它是后续来的观念。那我们讲 KOL 就意见领袖或者是网红，他是把自己找到他最擅长的部分之后呢，然后变成产品，持续不断的散播出去，传递出去，让别人看到价值，你就有机会不是在自己的这个领域里面拼命工作没有错。您这样会不会是有点暗示说，现在的年轻人想要发家致富，想要把自己产品化，最好的平台应该是利用现有的这个科技平台，就是自媒体这样子。可是对于一些孩子来讲，他也许就走入比如说专科学校学的一些是技能性的东西。我们就举这个例子好了，比如说他学的是机电好了，
对，就专门修电器。那你觉得他有机会像您举的这个例子一样子，把自己产品化变成 KOL， 有没有机会呢？太有机会了。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去打几个关键字：水电工、计程车司机，或是清洁工，你会看到非常多，而且不是只有一位哦，包含计程车的话就有好多位。他在整个开计程车过程当中，怎么样把他开计程车碰到的人事物跟看待对人跟之间的这种管理跟态度放在他的 FB 上面，成为非常有价值的一个行行出状元的典范。甚至有一次我在大陆还看到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策略大师叫刘润老师，他2本书非常好，一个叫商业洞察力，一个叫底层逻辑。然后因为我这2本书认识他之后，我就长期追踪他的文章。他有一次从飞机场下来之后，要么出租车司机嘛，一路上跟他聊天，整个观念在刘润老师那段对话里面，他说是一个经典的管理教材。您这样讲完一开始的时候，我其实有一点点抓不到边际，怎么样把自己产品化。可是我刚刚这样问您之后，我觉得突然我脑袋具象起来了，其实几乎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把自己产品化，每一个行业都有。而且像我针对那个水电工，后来他因为在网络上面分享了太多相关专业知识，无偿的付出。什么叫无偿的付出？无偿的付出就是把它价值传递出去，但当你传递出去，每一个人都把他时间跟注意力放在上面之后，当你有一天出线上课程的时候，相信我，很多人他会买这个课程。为什么？除了支持这个无偿付出人之外，他真的因为你解决了他的问题，他希望常常把你放在身边。我都买了他的课程，因为我觉得他所有课程变成系统化的这个分享，所以大家其实不要妄自菲薄。因为就像我刚好昨天写了一篇文章，我说可能你的习以为常就是别人的非比寻常，对不对？如果今天我请教宋医师的话，可能你觉得不管是健康也好，减肥也好，这些专业，哎呀，熟的跟什么一样。可是对我们而言的话，是我们一辈子很重要的保障，你知道？当你这样持续不断的简单的说出来之后，你觉得简单的，但对于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它就是非常宝贵的知识。我觉得我看很多网红所讲的东西，也许是他的习以为常，可是对我们来讲就觉得是非常珍贵的财产，对，非常珍贵，对。所以我们讲的是人生成功的另外一个很大课题，就是常常有人觉得失去了热情，找不到人生的热情。那您有什么样的建议说？怎么样找到自己的热情？我们要怎么样试着把工作跟热情结合在一起？其实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说，我没有热情。有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这也是后来我从大陆回来之后才体会到的。比如说做金融业、做半导体业，我做的还蛮好的。那可是因为后来我做知识内容工作者之后，我发觉不是做的蛮好而已，是我非常开心。后来我自己还写篇文章，我说人有时候很可怕，就是做你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却做得非常好你就会觉得那个东西是你一辈子的志业，然后你就不会把自己的时间去做其他的尝试了。所以要怎么样能够觉察到这件事情呢？所以为什么我第一本书写致富觉察？致富觉察，我说觉察就是让自己去尝试一下，给自己留点白，让自己无聊一下。就像我常告诉我自己，无聊是伟大的开始，有闲是成长的知识。如果你从来没有空的话，你都没有机会去看见一些你从来没看见的东西，你就不知道你到底会什么，你就不知道你喜欢什么，你就不知道除了你现在目前的工作之外，你还能够做什么。因为我们都觉得要把事情给塞满。你这样讲，我觉得我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我常常觉得今天看了行程表，后面没有行程的时候，我会慌，说，那下面我要干什么？对，因为我身体不好嘛，所以我必须得闲嘛。那一段时间都问我说，好，跟你多长时间？我说6年，我慌了6年。每次我一讲完之后，很多人就疗愈了。我说你不要疗愈我现在是告诉你6年，但是如果今天也是62岁退休，你要活到80岁的话，你有18年，有的你慌的。所以很多人都觉得退休很自然而然。我说没有自然而然，你从来都没有过那种自己决定自己时间跟生命的日子，你是不会的。回到刚才的问题怎么样让自己能够开始有热情，没有其他的办法，就找就对了。而找的背后逻辑，让自己保留一点的空闲。这空闲事实上可能都不用太多。就像《原子习惯》这本书 James Clear 讲的，我其实非常喜欢，就是你这个空闲每天可能就给自己2分钟、5分钟都行。你看一本书，看1页2页你就有机会接触到你从来没接触过的东西然后你接触到了没有接触过的东西之后，你才知道什么叫211参盘，要不然你也搞不清楚什么是211。那你看到211，你不知道很开心，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的时候，你就
就开始知道了。然后你再继续再找什么叫211，再找什么叫做间歇性的断食，你就开始对这个东西有无远佛界的扩充。我就这样开始的啊，我才知道说哦，原来有一种减肥的方式，原来有一种健康的方式，这么样的简单。我听你这样的阐释原子习惯的概念，比我自己看书还要清楚。原子习惯我买了之后，我就觉得，他在讲什么？很多人都觉得好像很难，我说其实抓到一点点就行了。像我看书，我也是抓到一点点，这东西蛮好的，我就拿来用用就行了。其实我也觉得您这个态度蛮好的，就是一天知道一点点，每一天的累积下来。日积月累，回头看，你可能走了很长的一段路，所以其实要找到热情，可能也并不是太难。但是重点是，您刚刚讲对，我也跟你有同样的感觉。我其实有几年的时间，我自己在学校的研究工作已经碰到了相当大的瓶颈。那我那时候当然也在政府做一些行政工作，很多人看我都觉得哇，你就是那个山头，你就是那个飞黄腾达的人。就像你讲的，你应该是那个成功者吧？对。可是那时候心中的空虚跟慌张啊，尤其当我从这个卫生所回到学校的时候，真的是拔剑四顾心茫茫啊，学生也不见了，实验室已经荒芜了很久，我也已经到了50来岁了，我该怎么办呢？那我觉得您这样一讲之后，我真的是觉得我那段时间的寻找是在一个非常痛苦。我退任的时候是卫生署的副署长，对，回到学校的时候，我们的校长问我说：“你现在想干嘛？”我说：“我想回去当住院医师。”他愣了一下，你为什么？我说：“因为我觉得我人生必须要重新开始。”但是他一个想法就是说：“那你不必从这么低阶开始嘛，对不对？”可是我当时就觉得说，我要开始就从那低阶开始。我就真的就去做住院医师，那真的是蛮苦的啊！就住院医师本来训练就蛮苦的，加上那时候就如你讲的，50来岁，我那时候也胖，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更重要是这样子，年轻那些医师们或者护理人员们根本不认识你是谁，对我就是大呼小叫：“宋彦仁，你给我回来！你把那点滴还没开完。”对吧？我就我点滴没开完，不会这样子叫回去。你知道那时候那种窝囊沮丧啊，是非常严重的。可是后来我这样咬牙撑过了住院医师的训练，开始变成主治医师，开始对人生的题目或者对医疗上的题目，我开始想说我该做什么。我作为一个家医科的训练出来，家医科常被笑说什么都会，什么都不会就是我们真的都什么都碰，但是真正碰到比较深的问题的时候，还是要找专科医师。那你刚刚一直提到我的221跟168，其实这个是人生的转折，就是我突然发现，第一个我当时胖，然后我碰到一个需要我治疗的病人，我请他减重来达到他的健康目标，他就很认真的去减了。减了之后，真的他当时是因为血糖的问题，他减完重之后，他血糖就变好了。你知道我第一个反应是很好笑，说：“哎呦，原来减重真的有效。”我当时只是用课本的话建议他，所以我就认真的看待我自己说，那我应该来减重。然后我就开始去减重，可是我以前减重都不成功。可是就在那个过程当中，我莫名其妙的听到一个演讲，我就用那个方法，其实就是我后来的221，我就开始找到了对这件事情的好奇，从好奇开始钻研，变成热情，是变成去我在每一个门诊都在分享饮食，就家医科的医师去分享食物是很奇怪的。那就在我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那时候在诊所里面有个公关的这个同仁，听我每次在分享，就说你烦不烦啊？整天那么讲，你要不要写本书算了？对，我说我可以写个讲义，我写书还没那个想法。但是就在他鼓励之下，我就开始认真的去写书了。写书完之后，就找到我对肥胖医学这件事情是有热情的，是那个热情就鼓动我后来不断的去钻研。我觉得就像你讲的，你不去找，真的不知道。对，找到了，你会发现原来就是这么回事儿，其实没有花什么太大力气。宋医师，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啊？就像我们刚刚讲找这件事情，我后来也看到2句话，我觉得好有道理，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一生啊，想要寻找的伯乐啊，只不过是改变想法的自己。你愿意去做所谓的住院医师这件事情，其实不简单。但后来做家医科医师也是您的决定。你如果没有这样一连串的话，也不会碰到后面的这个整个减重的热情。对，所以您的经验也是一样，在寻找那6年的空白时间，就找到了您现在的定位嘛。对啊，所以我每次都跟别人讲说，让自己跨出去一点点。所以跨出去一点点，就是在你恐惧的范围之内。你不能说叫别人不要恐惧，但是在你还没有恐惧到你不能承受的范围之内去做点尝试。你只要跨出去一点点，尝试会带来见识，见识会带来胆识。其实这是 James Clear 在讲原子习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2分钟做一做，你还没做，它就已经结束了。这种感觉你就不会启动心中的防
防御机制，你知道吗？就像看一本书，你会压力很大，你看一页，看个封面，看个封底，尤其现在书很难卖，就是封面跟封底大概很多的内容都已经要把它放上去，别人才会想要买书。对，你就看个封面封底，你没有压力啊。看完之后你放过去，至少跟别人讲我看过封面跟封底了，那也挺开心的。好，我刚刚讲的就是您的这个失败的经验啊，我们对刚刚其实还没有真正谈到您的内心。那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您最深刻的失败经验，以及您从当中学习到，并且依旧能够享受过程当中这些不确定性的经验是什么？之前更有一个这个学弟，有一次特别找我喝咖啡，说学长，怎么听你去接受访问的时候，都觉得好像你人生很顺哈，都从来没有在讲失败的经验。我说没人问呐、如果你要问的，我可以跟你讲一天呐、其实每次别人问我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说真的很多，但认真说起来的话，让我最记忆深刻的那个也不算是失败，是我差不多在半导体工作2年多的时候，一直觉得自己很厉害。而且第1年、第2年呢，我几乎我们就是年终评比都是很高的。但突然差不多快到第3年的时候，将近有3个月的时间，就每天晚上12点上床睡觉啊，1点半就醒过来了，就再也睡不着了。恐慌，就一直觉得自己有事情做不好，压力很大。然后快3个多月的时候，有一次经过我们公司，它是有一个医务室嘛，医务室呢那个护士姐姐对我很好，她看到我之后很有趣，她看到我之后，她第一句话说：“你是不是最近有睡眠的问题？”其实她后来告诉我，她觉得我已经有点忧郁跟躁郁的倾向了，但她没有这样问，她说：“你有没有睡眠的问题？”我说：“有，你怎么知道？”她说：“因为你看起来就是有黑眼圈啊，然后变胖啊，感觉不是很好啊。”我说：“对，我最近都睡不好。”她说：“那我帮你找一个我们自己这个心理咨商师帮你解决睡眠的问题好不好？”他没有说解决我心理的问题，高手。后来我就跟那个心理咨商师聊了快差不多1个多月。那1个多月呢，是我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1个多月，每个礼拜固定去聊。我也喜欢跟大家分享，在每一次去的时候，我都很愉悦，因为咨商师都没有过什么建议啊。我想起来的就是他一直问我，一直问我就说，而且我最常听到他的回应就是好啊，那你觉得呢？尤其到最后啊，突然有一次我跟他讲说我知道我为什么会身体这么不好，睡不着觉了。整个过程花了很长时间，就一开始我很厉害，然后老板交代什么事情我都做得很好，都做得很好之后，通常叫能者多劳，老板会再塞给你，然后再塞给你还是做得很厉害，老板就会再塞给你。老板其实不知道你有多忙的，因为你都做得很好。等到我白天的工作都做得很好，但是做不完的时候，就运用到加班的时间，然后运用到加班时间还做不完的时候，但还做得很好，老板继续塞给你的时候，你就运用到睡眠的时间了。等到睡眠的时间的时候，你就发觉有一天你开始做不好了，因为白天的情况就不如原来的精神状况了。很有趣哦，当你做不好，第1次、第2次被老板开始说你怎么会这么多不小心的地方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说是睡眠不好，你会觉得是自己能力不好，然后就开始苛责自己了，它就变成一个负向循环。所以当我一直回忆，然后被这个咨商师一直问的时候，最后我得出结论，我说我事情太多了，我应该要去跟老板说，把我事情稍微，我没有说就是不要做，往后挪一挪。后来这个咨商说好啊，那你就跟老板讲啊。一讲完说可是不行啊，这样子我好像示弱，到时候如果绩效不好的话，老板帮我打的 rating 不好的话，那我不是会减薪吗？我还是不要跟老板讲好了。然后咨商师看着我说好啊我说什么是好啊？我说可是这样子的话，我继续这样搞下去，我会把我自己给搞死，那不是老板要 fire 的问题，我就没有办法工作，我就死掉了，那不是更糟吗？他说对啊，那你觉得该怎么做呢？算了，我还是去跟老板讲一下好了。他说好啊我记得只有这几段，后来我就跟老板说了，就鼓起勇气跟老板说，一说完之后，老板说你早就该跟我讲啊，我怎么知道你这么忙？你知道那一刹那我才知道，这个恐惧基本上是给自己的。然后他才跟我讲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留空。然后他还举了我们在算这个，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半导体嘛，机器很重要，我们机器在算成本的时候还保了15%的冗余。他说我们人也一样啊。当他把这句话说完之后啊，其实那次开始我就常常提醒说，其实人真的要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啊，是要休息的。对，除了就是真正的睡眠之外，我睡眠时间是有的，但是心也要留白。我好赞成啊。所以那一次之后，人家就说好哥你就有教训了吗？我说没有一而再再而三都会起来。包含我刚刚讲说2012年的时候回来，也是因为到大陆去做金融业之后，你一想要冲你就忘了留白。所以人啊，其
其实是好了伤疤忘了疼的。那只有当你伤疤非常严重，就是为什么将军我们一脱完衣服，怎么上面都伤疤，你才知道活着很重要。因为一将功成万骨枯，活着才有命啊。那每次说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告诉大家，就是每当你想要让自己能够留白或保持一个好的健康身体的时候，不是一次性的，你要常常提醒自己，家里不是说大扫除一次就不会脏的，你要把这个健康当成是终身唯一而且第一的志业，你才能够有个好的健康去睡醒你这一辈子啊。就算是功成名就也好，就算是良好关系也好，没有健康一切免谈。健康你一直觉得很重要，您是一个非医疗人嘛啊，我们讲健康很重要，很多人觉得说那你是职业的这个需求，可是从您的嘴巴里面，我一直听到您对健康的感悟很多，所以在日常生活中，第一个，你为什么会觉得健康重要？第二个，你如何保持健康？我讲最简单，那个时候我在大陆啊，尤其是第3年、第4年最明显，我是个很爱吃的人，就是我是不挑食的人，所以其实那时候去大陆工作的时候，我一方面一则以喜，可以尝遍天下美食。但是在第2年到第3年之后，我刚刚说了，我后来慢慢就有胃食道逆流的，事实上肠胃胃痛，就不吃也痛，吃也痛，那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感觉。就是你明明知道说你很想吃，但是你知道吃了会痛之后，又想吃，又是控制饮食，哇，是件超级痛苦的事情。所以我常常啊，就是到了各个不同的地方去看到美食，不敢吃不下。所以回过头来，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假设我今天去大陆，除了工作之外，我想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没有，我想要吃遍天下美食，没办法吃，就是因为你的胃不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第二个，我们刚刚讲说要功成名就，先不要讲功成名就，你至少要让自己的成就就做起来要有成就感。而我后半期的时候，除了身体不好之外，我其实有非常长期的失眠的情况，就做下去之后，半夜常常胃痛，痛到醒过来，晚上睡眠不好，白天你基本上工作就会常常晃神。所以为什么后来将近1-2年的时间呢，我常常觉得有点力不从心的概念在这个地方。所以等到真正我要把这个工作辞掉的时候，我是深呼了一口气说好哩嘎仔，因为我继续做下去不是身体不好，我可以眼见我之前在台积电那个情况又会再来一遍。所以为什么我从2012年回来，很多人问我说好哥你为什么要裸辞？我说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我只要一开始工作我就拼了，所以我必须要裸辞，我才能全心全意的去顾好我这个最重要的财产。那现在你日常生活当中你做哪些事情来保持健康？就是我以前老板跟我讲4句话，后来我把它写下来，就是吃得下，走得动，睡得着，拉得出这是最简单的检视自己不要太复杂的东西。那当在这个吃东西的过程当中的话，我现在减了22公斤。我自己一直以为运动会减肥，但自己运动之后才发觉运动吃的东西除了更多不一定会减肥。看了宋医师的知道说怎么去控制饮食这件事情，吃自己喜欢吃的，顺序要吃的对然后吃的过程当中还要知道说这整个营养素怎么去吃，但偶尔是可以放纵一下没有关系，但吃放纵了还要回归正常的。那在整个生活过程当中，饮食很重要。那其实更重要的东西呢，我觉得运动跟留白这件事情很重要。留白其实就是休息，不一定是睡觉。因为如果没有留白，包含心的留白，包含事的留白都很重要。所以我现在其实我的行程是蛮空的。你要看我行事历其实很多，但是因为我做的东西呢，我会尽量减掉，因为我们其实自己做流程改善的嘛，尽量减掉我不要做的东西，我就会让我做的都停留在我喜欢做的事情上面。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会去企业讲座，我说我自己只做讲座跟培训出人的这一块，后面所有的流程我都委托我的管理顾问公司做。我把这个工作丢给他们，是因为第一个这不是我喜欢的，既然不是我喜欢的，我用分润的方式让他们能够做得比我好之外，我就只留那个我喜欢的东西就好了。而当这件事情是你最喜欢的而就好的时候，你乐此不疲，基本上越做越好，对不对？然后你事情还可以做得很多。但我如果一个人我想要做这么多事情的话，我不仅心没有办法留白，事也没有办法留白。当你把这些事情都外包，只留自己做喜欢的事情之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来了，就可以运动了。所以每次我在跟别人讲说运动这件事情是你要留白之后才能做的，而且有很重要的关键。我刚刚还在跟宋医师我们这个团队在聊的时候说，其实我不喜欢铁人三项。为什么？因为我没有这么喜欢游泳，因为游泳要换衣服很麻烦。我当初铁人三项只想给自己留个 record， 我真正的是喜欢跑步，喜欢骑脚踏车。所以后来我跟很多人讲说，别人的运动你不要跟他一样，去找到自己喜欢的运动，你才能够持续，持续呢才能够做得久，做得久才会变成习惯。跟宋医学的。所以听您这样分享，真的是心有戚戚焉。每一个经验的分享都会让人家有共鸣，都会感觉到我自己的生活当中也有类似的经验。我觉得您的节目
目会动听，会这么多人喜欢，一定是有道理的。就是你讲到很多人心里面的触动，感触到人的这个温度哈，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事情。那我想我们这个节目要进入到精彩刺激的片段了哈，就是叫做快问快答了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财富，金钱不能带来快乐吗？可以，金钱可以带来快乐，因为金钱可以买我们想要买的东西，但真正的关键，金钱是要交换你觉得有价值的东西，就可以带来快乐。在通往成功的路上，自律重要吗？自律还要加上快乐，因为我说句老实话，自律呢某种程度上是快乐的结果，所以很多人都说坚持。我说，当你看到我每天早上4点半或5点半起来运动的时候，你要问我说，你觉得你自己很自律吗？我说不，我是上瘾了。当你做一件事情是乐在其中的时候，别人看你是自律，但因为你是乐在其中，你是上瘾，所以你才要乐此不疲。我很同意，热情来带着他才走得远。我们今天都没有谈到 AI， 但是我们谈到很多现在的媒体平台哈，那可是未来平台一定少不了 AI。没错。你认为 AI 会怎么改变未来？我觉得 AI 其实最重要的关键，它不是 AI 本身，是我们一直人类的进步里面都是在要求持续不断的增加效率跟效能。因为人呢都很希望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尽量减少我们做事情的交易成本。所以包含以前我们讲说马车变成汽车，汽车变成火车，火车变成飞机，都是这种增加效率跟效能的关键。所以我不知道 AI 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不去做任何道德的判断，或者是将来工作的判断。但它本身就目前而言的话，如果你把它能够学习起来，增加我们效率跟效能的话，它底层逻辑就是增加我们生命的宽度跟广度。好，我觉得这个定义很好。我觉得很多谈 AI 的人会把 AI 谈到跟未来的人类的存亡有关，我觉得那个真的是扯得有点远。对啊，我觉得其实 AI 也许有一天我们需要担心，但现阶段我觉得应该好好的学习它，运用它。生命的最后一天，你会做什么？我还会跟今天一样。坦白讲，未来从来不会来。如果你每一个今天，就像我们讲当下，如果每个今天都是做你喜欢的事情的话，坦白讲，你这一辈子就是一直在不断累积你的喜欢，它最终就会有好多的喜欢。我好喜欢你的答案呀，其实根本不需要去担心明天，今天做好就好了。我们来给一些想离职创业的人一个建议，要怎么克服心中的恐惧？离职这件事情不管你是找工作或是自己做老板，它本质都是创业。有时候我们都觉得好像一定要这个自己做老板才创业，但不要忘记如果今天去找工作的话，你也是自己老板，你要取得别人给你的薪水的话，是别人买单的。所以不管是离职或者是创业，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就是持续不断增加自己的价值，让别人看得见。如果你让别人看得见的话，你在离职的过程当中才会交换到你想要的价值带来的这个价格，这样就好了。好，这个创业很重要就是人脉。从您的经验，要怎么样培养人脉？人脉从来不是你认识多少人，而是你帮助多少人。我就小时候有一句话，我就非常不喜欢，叫刀子口豆腐心。我就看不到你的豆腐心，但一天到晚被你的刀子口砍了，烦死了，你知道？所以我说，你只要能够每一天试着去。我们以前小时候不讲日行一善吗？说好话，存好心，做好事，别人基本上看不到，但至少你说好话了，别人看到你就是一个会说好话的人，他就愿意跟你亲近。所以人脉从来不是你认识多少人，而是你帮助多少人就好了。这句话太好了，人脉不是认识多少人，而是帮助多少人。好，年轻人普遍认为这个时代生活很难，你怎么看？说句老实话，每个时代都挺难的。我记得曾经有一本书特别讲说，我们很多人在说的时候都希望回到过去那个时期，过去那个美好的时期 Good old days， 对不对？就像我那个时候在眷村的时候，大家觉得好简单好快乐，但事实上大家都一样穷。所以真正的难从来不是资源的匮乏，真正的难是你看到别人资源比你好。所以又回到我们前面讲的，不要去比较，不要去计较，你就不会觉得很难。所以纳瓦尔说，能够超越自己的一直都只有自己。如果你看待每一天，你只要往前多走一步你就会觉得自己不简单。而这种情况之下，你就觉得再怎么难都已经多活了一天了，对，就不难，多克服了一点了，对，就不难了。如果要给20岁、40岁、60岁的人各推荐一本书，你会选择哪几本？如果是20岁的话，我自己个人觉得，我那时候蛮送一本书叫《富爸爸与穷爸爸》。因为《富爸爸与穷爸爸》那时候对我而言最大的一个关键是2句话：悲观的人永远正确，乐观的人永远前行。你不要常常讲话是我没办法就句点了。如果你能换成问号，就是那本书里面富爸爸讲的，不要跟小孩讲说我们家买不起，买不起叫句点。乐观是我们要怎么样才能买得起呢？这时候就想办法了。所以富爸爸跟穷爸爸其实不是教赚钱而已的，他讲的是怎么样让自己可以不断的前行这样的概念。至于里面很多财务的观念的话，我觉得真的很棒。那至于40岁
坦白讲，在我那时候40岁的时候，我非常受用的一本书是《穷查理的普通常识》。其实30岁到40岁都差不多一样，因为我们在拼命工作的过程当中，很容易局限在我们工作这个领域里面，变成一个框架。但《穷查理宝典》它关键就4个字，叫多元思维。就是你不要给自己设限，你要去把不知道这3个字当成是学然后知不足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等到50-60岁这个年纪我真正推荐的就是我刚刚讲的纳瓦尔宝典。它这本书呢，其实2大部分，一个就是告诉你怎么变成富有的人，这富有人从来不是钱而已。另外一个在富有人的前提之下，怎么样让自己追求幸福。甚至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句话，他说退休绝对不是在65岁的时候待在养老院里面，看着窗外的阳光美丽的风景，但却一点办法都没有。它的核心就是不要把退休跟等这个字绑在一起。我最喜欢他的一句话就是退休就是不为想象的明天牺牲今天，因为今天是你余生最年轻的一天。你讲的话好棒哦，很喜欢这2句话。对，我下面都有点觉得应该要停在这里会最对。好吧，我们这样子，若能够让全世界都能听到你一句话，你会说什么？可以先前面讲一个，大概前几个月我看到一个短影音，我是看到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很帅的一个影星叫乔治克隆尼，然后他说人生最大的失败绝对不是做任何事情没有达到你的预期，而是有一天你垂垂老矣，你突然转头看说，哎，早知道年轻的时候我有做就好了。就是真正的失败不是做了没有达到目标，而是有一天你会发觉自己很老的时候，真正说出那句话是早知道当初有做就好了。所以最后这2句话我想给大家当礼物的就是人生当中不做你会想一辈子，你做了可以讲一辈子。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讲一辈子。太完美了，谢谢医师，谢谢。